第1123章压力。萧炎脸色凝重地点了点头。如果这曹颖果真如同叶仲所说这般的话，那还真会是他的一个劲敌。曹颖嘴中自语的喃喃了一声，萧炎漆黑眸中倒是涌现一些火热。自从修行炼药术以来，他倒是还真未曾遇见过同辈中太过强横者。即便是当年在加玛帝国参加的炼药师大会，唯一给他造成一些困扰的，也是那来自其他帝国的炼药师工会副会长乔装而成。至于统领者中，就算是那柳林，都并未对萧炎造成什么威胁。而此次这位曹颖倒是真的能够算过一个。从叶仲的所说中，萧炎能够知道这曹颖定然也是一个炼丹天赋近妖之人，比起他恐怕都是犹有胜之。毕竟那头顶上的一连串光环可是萧炎不曾具备的。果然压力不小啊，不愧是炼药界中最有含金量的大会。心中轻叹了一声，萧炎越发的感觉到这丹会的厉害。如今还只是一个曹家妖女，便已是令得他颇感棘手。谁知道在其他地方是否也还有着这等变态般的存在？大陆如此辽阔，出几个妖孽般的年轻人，萧炎并不会感到太奇怪。当年老师能取得这丹会的冠军，如今看来果然还真是有几把刷子，不然的话如何能力压群雄？萧炎心头突然笑了笑，他记得药老似乎也曾经是一届丹会的冠军，只不过不知道为何药老没有借着这名头进入丹塔，不然的话以这般资历，再加上他老家人的实力，说不定真能混成丹塔的巨头之一。那样的话也不用再惧怕什么魂殿了。当然这种事如今也只能在心头想想，以药老那悠闲的性子，想必也并不喜欢这种身居高位的生活。呵，不过萧炎先生也不用太担心了，那曹颖虽然不弱，但真要比起来，鹿死谁手还是未知之数。只要他未曾达到8品等级，否则的话便没有什么必胜之说。炼制丹药偶尔也讲究状态与运气的，失败率这东西谁都会遇见。见到萧炎陷入沉默，叶仲还以为他在担心，当下也是连忙笑道。萧炎微微点头，8品与7品完全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这些年中萧炎所遇见并且能够炼制8品丹药的炼药师，似乎也就要老有这能力。7品炼药师，萧炎在来到中州后也是见到过一些，但8品却是并未真正的遇见过。这种等级的炼药师，想必连一些斗尊阶别的强者都是得必须客气对待，就如同当年药老在中州所拥有的地位一般。8品炼药师之所以会这般稀少，也同样表明了进入这个等级的困难度。7品炼药师或许能够在中州混得风生水起，但真正的想要获得那种连斗尊强者都是甘愿来做你打手的地步，那就至少也得达到8品等级。心中略微收敛心态，萧炎也是一笑道：放心，对于这丹会我同样是志在必得，不管对手如何强悍，我也得全力以赴。闻言，叶仲也是笑着点了点头道：萧炎先生，还有1月不到的时间，5大家族的考核就该开始了，而我们也还得提前一些时间到达圣丹城，所以恐怕再待的20天左右，我们便是得开始动身了。这般急促的安排令得萧炎眉头微皱，旋即也只能一点头。如今使劲紧迫，已经容不得过多浪费了。不过还好，他的炼丹训练也是渐入佳境，虽说依旧还并未成功炼制出7品高级丹药，但低级与中级层次丹药的成功率倒是提高了不少。按照这种速度，想必萧炎也迟早能够将7品高级丹药成功的炼制而出。若是要动身了，告诉我一声便可，我休息1日，还会闭关苦修一段时间。听得萧炎还要进行那自虐般的苦修，即便是叶仲也是忍不住的抹了把冷汗。炼丹本来就是一种极为劳累费神的事，按照常理，即便是一名7品炼药师，也不可能一整天持续的炼丹，毕竟那消耗实在也太大了。按照常理，本来也的确是这般，不过萧炎不仅天生灵魂强悍，而且还有着一火相助，炼丹时能够省去不少力，因此别的7品炼药师如果一天顶多只能炼制3次丹药的话，那么他便是能够炼制6次、10次，甚至更多。也就是说，在他进入这般苦修中的1天时间，便是足以当别人好几日的修炼成果。当然，这般疯狂的苦修也是极为辛苦的活，但这些年中，萧炎吃的苦难的还少了不成？他别的没有，那性格倒是在这些年的磨练间变得越发的坚韧。萧炎能有今天的成就，绝非是靠的一蹴而就。在抹了一把冷汗后，叶仲心中也是有些佩服。
沉声道：“萧炎先生尽管安心修炼便可，若是药材不够的话，便通知老夫，即便是耗尽我叶家的所有收藏，也定然会支撑萧炎先生完成修炼。”萧炎微微点头，再次与叶仲交谈了一番与丹会有关的事宜后，方才与小医仙等人行回各自房间。在将曹家的这些麻烦解决之后的第二天，萧炎便是再度进入了炼丹室，然后宣布闭关苦修，而随即又是源源不断的珍稀药材从叶家仓库之内搬出，尽数堆放进入炼丹室之内。而因为萧炎的出面，叶家也是暂时的少了那来自曹家的阻扰，再加上这段时间小医仙、天火尊者偶尔露面，也是令得一些觊觎叶家的势力大为收敛。2名斗尊强者，这等阵容可不是寻常势力能够抗衡的。没有了那来自外界的麻烦，叶家也是变得宁静了许多，而时间也是在这般宁静中如指尖沙般悄然流逝。或许是由于丹会的临近，整个丹域都是逐渐的变得异常热闹起来，几乎丹域的每一处地方人流量都是比以往更加的庞大，而且一些细心者能够发现，无数口音与此地略微有点不同的炼药师也是开始陆陆续续的出现在丹域之内。显然这些人都是为了丹会而来。丹会不仅是炼药界的一大盛事，而且也是中州的盛事。每当丹会开始时，丹域都将会成为整个中州乃至大陆的焦点所在，无数人或者势力都是将会如嗅着肉香味的饿狼般蜂拥而至。炼药师，整个斗气大陆上最为尊贵的职业，对于炼药师的能力以及能量，其他人没有不为之艳羡。或许比起战斗力，一些炼药师或许并不强，但他却是能够拿出一枚小小的丹药，让得其他的强者为他出手，取人性命。因此大陆上的人都知道，炼药师，特别是一些高阶炼药师，还是尽量不要招惹，因为这些人就如同一个马蜂窝般，一捅便是会惹来无数的麻烦。一名高阶的炼药师也是一些势力最为垂涎的，为了能够将他们拉入麾下，很多势力都是将会开出种种诱人的条件，甚至不乏一些为了争夺一名高阶炼药师而大打出手，杀得血流成河的事。炼药师的尊贵也是令得丹会显得格外的具有重量起来。谁都知道，这种大会汇聚着来自整个大陆的优秀炼药师，能够在这里脱颖而出者必然能力极强，而只要将这些炼药师招入麾下，对于一个势力来说，无疑是会立刻令得其实力出现迅猛的膨胀。这些种种也皆是造成丹域人流突然暴涨的因素，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辽阔无尽的丹域恐怕还会被越来越多慕名而来的人流所充斥。而在丹域人流量开始暴涨时，那距离5大家族考核的时间也是越来越接近。叶家深处一处炼丹室之外，所有的叶家族人皆是恭敬地站于此处，在领头处则正是叶仲、新兰以及几名叶家长老。今天是距离启程前往圣丹城的最后一天，而也正是萧炎闭关而出的时候。这20多天以来，萧炎从未踏出过炼丹室半步。炼丹室之内的那种炽热环境，即便是一些进去送药材的叶家族人也是不敢过多的停留，往往是轻手轻脚的将药材放下后，便是赶忙悄无声息的退出去。在这20多天时间中，叶家后院的上空经常会有着乌云汇聚，甚至有着好几次都是雷霆在其中凝聚，但就在其即将降落而下时，却又是突然的消散而去。这种天象变化自然也是引起了叶仲等人的注意，当下心中皆是有些震惊。他们清楚地感觉到，在有几次丹雷即将落下时，那封闭的炼丹室之内传出了极为澎湃的能量波动。这种层次的能量波动与一些7品高级丹药成型时所出现的状况极为的相像。虽然他们并不知道为何每到关键时刻，那澎湃能量波动便是会突兀消失，但却是明白，这应该是萧炎故意所为。不过不管萧炎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却是隐隐明白了一点，这段时间的闭关苦修似乎令得萧炎的炼药术帮助颇大。咔咔，在叶仲等人心中暗自转动间，那紧闭的石门却是缓缓地开启，一股炽热高温顿时从中弥漫而出。随着高温弥漫，一道削瘦身影也是缓步行出，片刻后出现在了所有人视线之内。削瘦身影衣衫有些凌乱，一头黑发披散在脑后，脸庞上居然也是有着一点稀疏的胡茬，整个模样看上去颇为的狼藉。然而那对漆黑双眸却是异常的明亮。望着这从炼丹室内走出的萧炎，不知为何，叶仲等人隐隐感觉到他与以前似乎略微有点不同起来。